老陈，该登机了。急什么？义务抢的第一个上，是吧？你爸呀，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要不是你这后半年的实习至关重要啊，他肯定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江城。爸，你现在就这样，那以后人家婚礼上你还不死拽着我不交给新郎，那我还怎么嫁得出去啊？那当然了，我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还不得看清楚了才好踏实放手啊！谢男详那样的肯定不行，老是咱们家西西。西西呀，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有什么事情啊都跟萌萌商量一下。我看这孩子还不错。本来啊，我想跟院里打个招呼，多照顾一下你。但既然退下来了，老麻烦人家也不好。孩子啊，以后就靠你自己了啊！爸爸对你有信心。再说，你有萌萌这样的好朋友，我放心了啊。爸，要赶紧上飞机吧。好。你们到了三亚啥也甭想了，吃好喝好，然后晒个小麦色啊。哎，对不起哦，没事。韦大夫，晨曦，你还记得我呀？你是我在仁华的头号女粉丝，我怎么会忘了呢？哎，我帮你吧。谢谢。哎，老天安排我一下飞机啊，就对你去寄行李。看来在仁华，不像你拜码头是不行的。我发小。我想起来了，这小伙子不是你们那一组的吗？上次那台肝移植试教，他也在现场。整台手术啊，说你是我助手，但是你至少抬头看了他20-30次，你知道我多伤自尊心吗？赶快承认是你男朋友吧，你这样我可以平衡一点。你们美国人也这么八卦呀？人家不是说这个伟大的友谊都是建立在分享八卦之后吗？那是分享其他人的八卦吧？对哦。哎，韦大夫，那您这次待多久呀？您是来开学术会议还是 VIP 点名手术啊？这次啊，是你们可院长邀请我回来参加几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都已经跟你拜过码头了，待个半年，准吗？太好了，准了。好，行，那咱们一车走吧，顺便请你帮我当个导游，怎么样？没问题。行。徐姐，又想姐夫呢？臭小子，你敢跟徐姐开玩笑？我跟您说，我现在比您忧伤多了。自从韦大夫来了以后，咱科小姑娘没有一个搭理我的，个个跟打了鸡血都往那儿凑。就尤其那晨曦，您可没看见，我都不愿意说他，也就叶双萌还比较矜持。那可不一定。刚才我路过周主任手术室，正巧碰到他出来。
肠手术，出来透个气儿。我刚打算走，你猜，看见什么了？您这表情是不是有点太恐怖了？毕竟那是我领导啊，对不对？看见什么了？切！看见那叶春萌也跟了出来，他俩肯定是没有看见我啊。这叶春萌手里拿了盒烟，在周明那边晃呀晃呀给他闻。周明笑得那个开心哦，他俩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徐姐，您这就太纯情了吧？男未婚，女未嫁，这都是合情合理的。再说都是咱科里的人，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可是这不是这样，我跟你说，成儿，上班时间这儿有瞎编排什么花边新闻呢？啊，没有，没有，没有啊，不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把我也编进去了？哪是看你看你啊，不近女色，一身正气。我们没什么可八卦的，就是聊聊那个周老师跟叶春萌的事儿。周老师啊，跟叶春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挺正常的呀。你们这儿怎么能聊人家呢？不是，这种玩笑可不能开啊！是我们俩就开个玩笑，您别当真啊。再说了，您这值夜班的时候，不也给小护士讲点什么三俗笑话吗？那能一样吗？啊，那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你们俩这么一聊的话，对他们的影响有多不好？我告诉你，这种喝水，这什么水？你把这事告诉我，叶春萌跟周萌到底怎么了？程老师、徐姐，6传阑尾炎的片子我找不着了。我给你拿去啊。赶紧的。怎么还不回去？这不等你呢吗？等我干嘛？等你干嘛？你一个人来的啊？您那可爱的小女朋友呢？啊？都当了主任了，你有没有正经啊？我没正经。对，说得对啊！您作为一个老师，为人师表，跟一个比您小10几岁的小姑娘谈恋爱，哦，您这叫正经是吗？受什么刺激了？说话跟吃了枪药似的。我没受刺激。念初上飞机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给您带句话，告诉周明，别今后跟我一样。你听懂了吗？他这么说的。你是不是又不信啊？现在除了叶春萌的话你信以外，其他人的话是不是你都不信？我以前说的话你信过吗？我跟你怎么说的？我说你离这小丫头远一点，迟早会出事儿。你怎么说了？没事儿，这能出事？我能看上她，结果怎么样？现在让我说准了吧？人家这小姑娘在感情世界里把你拿得牢牢的、死死的，你什么情况？我就谈个恋爱，又没杀人，没放火，你生什么气呀？我没有生气呀。念初为什么让我给你带这句话？不就是想让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你，这件事不靠谱，没有结果。你不是我，你不了解叶春萌。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认真的？谁要是有些话冲我来就行了。好，你瞅瞅你现在这样啊，这个重色轻友的样，我告诉你，也就是我这儿巴巴的还跑过来给你告诉个消息。葛院长刚才找我了啊，他那意思是想让韦天书回来，他还是不死心，想让韦天书当这主任。韦天书当这主任对我来讲真无所谓，我们本来当这主任就是赶鸭子上架，可对你，你可就惨了啊！我就是一闲云野鹤，谁当主任对我都一样，我照样出我的门诊，开我的刀。你是不是谈恋爱谈的智商都没了啊？你跟葛院长本身就不对付，如果人家韦天书当了这个主任，没几天科里的人上上下下全都换了，到时候你可怎么办？你要经费没经费，想进修人家不批，脏活累活全都让你干，得名的事人家都拿走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喝口凉水都塞牙。有一点好啊，就是那个叶春萌，他不是说过吗？他说跟你什么都不求回报，这倒能验证一下。行了，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好，该说的我都说了，好话坏话我都给您撂这儿了，您听不听？周明，随便，啊。正好，正好。
哎，谁让你又来这儿找我？咱们正式谈恋爱，为什么弄得跟潜伏似的？这人家还没说闲话呢，自己就先矮人3分。哦，你让我查的那个资料文献里面没有，但是这一期的《柳叶刀》里面倒是提到了肝红胆素指标对肝衰的作用。肝红胆素指标对肝衰的作用，你可真敢胡编呐！还站在这儿？怎么了？生谁气了？昨天你从手术室里出来，我也没太注意，一把就把你烟抢下来了。我一回头看见徐姐匆匆忙忙的走了，她肯定是看见了。徐姐是自己人，老搭档了，没事的。说好了保密，就一点都不能透露。得熬过这半年。我让你改我手机里的名字，你改没改啊？啊？叫我姑妈。喂，姑妈。哦，好，好，我马上来。走了。1.9公分的结石不是什么大事儿，要是没症状的话，不用做手术，半年做一个 B 超观察着就行。哦，可这个是有癌变几率的啊。那个几率非常低，不用紧张。自从接到这体检报告啊，你姑妈就没有睡过一天好觉啊，看书、上网查资料，要么就是跟人打听，都快成半个医学专家了。这没有长在你们俩身上，你们当然不紧张了。哦，是。其实这个结石在您体内已经不止1年了都，所以没有症状的话，真的不用做手术。怎么没有症状啊？我这几天就觉得恶心、腹胀，吃不下东西。是啊，吃不下东西。吃不下东西。哦，好好好。会不会是心理作用啊？我也不管了，长痛不如短痛。我决定了，这个手术要做。哎，我查过了哈，全市就属你们医院胆囊镜摘除手术做的最好。你帮个忙，就让你们主任做就行了。就是因为做得好，大家才都来做。我们科排队做手术的病人已经排到下个月去了。您还要点名儿，点我们主任的名儿，那得排到2个月以后。而且我们科现在没有床位。2个月啊？2个月我可等不及的啊！万一我这胆绞痛发作呢？就万一这石子到胆总管里去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 B 超上面不是写着了吗？那是静止结石，不会的。我听出来了，你是不想帮忙。仁华一床难求，这是上过江城新闻的吧？我一个小实习生，我怎么解决啊？什么一床难求？这难是对外人，对你们自己人可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上次肖阿姨办的那个专家号，一句话不搞定了。不着急，不着急。来来来，先喝点水。哎，我不喝，你放着，你放着。不喝。哎呀，萌萌，其实我们也没有让你求外人啊，就是求你们科室加一台小手术啊。上次不是听你说你已经进第2轮实习了吗？说明你们科室很器重你的，只要你开口，他们是没有理由不答应你的啊。程主任已经非常忙了，见缝插针，能多做一台就多做一台。有的时候2台手术中间换台，靠在墙上都能睡着，我开不了这个口。你听听，这到底是科室领导是他的亲人，还是我姑妈是他的亲人啊？真是，想想真是寒心。我跟他爸爸从小感情那么好，我记得中学的时候，我阑尾炎住院，别人都没空来，就他爸每天来医院陪我。是。他要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急坏了？哪里知道他女儿这个样子对我？不急啊，萌萌，你表姐在外地采访赶不回来，这么大的事儿，我们第一个就是找你商量啊。你想想，在江城，你姑妈是你唯一的亲人啊，你不要找什么理由啊，还是用心想想办法吧啊。行了，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把咱们当亲人，我还念着她是我弟弟唯一的女儿呢，血浓于水，哪里知道这些年被他妈养的六亲不认了。你把我妈扯出来干嘛？你是你妈的好女儿，
你妈为了钱牺牲你爸的名节，所以你当然不会为姑妈着想了。我妈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呢，别动不动把她揪出来说一顿。行了，我累了，我回房休息。走啊！哎，陪我回房。妈妈，在这先坐一会儿啊。哎，来了来了，我来。你回宿舍了吗？你妈为了钱牺牲你爸的名节，所以你当然不会为姑妈着想了。我以为给了你妈妈钱就能逃避罪责，就能解脱。轮到自己才知道，钱和命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你说什么？我就说我中途还是回来一趟，把这事儿办了再去出差。他们昨天是不是又委屈你了？没事儿，没有。哎，你不说我也知道，知识分子那一套，全世界就他有理。萌萌，我也不想为难你。你看，你要是能帮忙，你就尽量想想办法。我知道，我想着办法呢。啊。李老师，我想求您个事儿。说吧，只要不借钱，怎么都行。我姑妈想来咱们科做腹腔镜胆囊摘除，自从检查出来胆结石，思想负担特别重，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想问问，能不能给提前安排安排，让她好好睡觉去。胆结石多大点事儿啊！要真着急啊，去社区医院，到那儿就马上做。你看，这都是到咱们科手术的，癌症都等床位呢。我现在恨不得休息室也放2张床，可是还是不够，我都快愁死了。我知道，但是她不知道，故意说了也不能信。有什么不信的呀？你就跟他说，以前林大夫的妈妈，也就是主任的前岳母，到咱们医院来手术，跟普通病人一样，足足等了2个月。你说你姑妈以为她谁呀？知道，就是问问。哎，李波，这叶春萌怎么了？哦，他姑妈那个腹腔镜胆囊摘除，想在咱们医院做。我说让他再等等，他估计怕回去不好跟他姑妈交代。您可不知道他姑妈有多矫情。这事儿让他跟周明直接说不就得了？他不怕他亲爱的周老师为难吗？所以求我这皮糙肉厚的。哦，行，算我帮他个忙啊！哪天帮我挤一下，我给做了得了。啊，那个床位呢？床位，脑外科那块应该有床位吧？你去跟人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挤一台出来。还有啊，麻溜呢把术前病人的该做的检查给人做了，然后我再跟护士长商量一下，把术后的监护盯紧点。哪天看我手术松，挤一台进去。嘿，这丫头命真好。哎，你怎么用我的呀？好，妈，待会儿我给你打啊。哎，躺好嘞。姑妈，哎，萌萌啊，哎呦，你什么时候把我转回外科肝胆病房啊？我这是胆囊炎，跟这些开脑壳的挤在一起，多可怕呀！我们肝胆外的病床特别的紧张，就这张床还程老师硬给您加进来的，您不想住，人脑外的病人还不想让您住呢。怎么，我还得要感恩戴德啊？你看呀，这些外地人，不是我瞧不起他们，他们的素质太差了，根本没法沟通。你等等。
萌萌啊，一会儿让护士写上我的名字，专用的。他们一没水就用我的，真是的。不就是点热水吗？水房又不远。就是呀，你说跟这样的人做邻居，我怎么安心养病啊？您是叶兰英吧？我是外科手术室的巡回护士，徐姐。现在才想起我来啊！我都住了半天了，没有一个护士来问的。要不说这些年医患关系紧张，我看护士的专业精神太差了。不好意思啊，徐姐，对不起。我们肝胆外的病房不在这一层，而且护士都特别忙。徐姐这是牺牲了午休的时间来看您的。行了行了，您呐，明天晚上9点，陈主任就给您做手术了。9点呀？能早一点吗？您这手术是陈主任硬给你加进来的，9点能做就不错了。要是前面的肝癌手术做的不顺利的话，9点你都恐怕做不到啊。我睡眠不好，这么一折腾，我肯定得失眠，那会影响手术以后的恢复啊。萌萌，跟你们程主任说说，反正我是小手术，让我先做。这术前宣教是不用做了是吧？你自己去跟陈主任说，说好了再来跟我说。徐姐，姑妈，您怎么这么多要求啊？我们教育界还讲究提升服务质量呢。你看看这个护士，什么脾气呀？要不是人家说这医院是门难进，脸难看，你们仁华的架子太大了。我要说也得跟程主任说呀，他这一个护士摆什么臭脸啊？我真该跟你姑父说说，让他跟上级反映反映。反映什么呀？您就是加3做手术的，要反映第一个就反映您。你怎么脾气比他还大呀？是不是觉得我欠你人情啊？徐姐不是普通的护士，周主任第一次上台做手术就是徐姐带的，到现在手术中出了什么大的问题，他最信任的还是徐姐。您明天晚上那台手术，人家就得加班给你开台，您这干嘛呢？给自己添堵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哎，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水壶是我专用的。你这么大岁数，松开！你告诉你看，都看着呢，都看着呢啊！现在都看着呢啊！不是，这怎么回事？你看，哎呦，大爷，您先把手松下来啊！大爷，我知道您是看着我们医院今天啊太冷清了，病人不多，特别是外伤病人不多，想给我们增加点工作量，是不是？他不给我治病，他欺负我不是本地人。我怎么就？他来这换药，我说咱这只是清洁伤口，是不是？就这个污染咱手术怎么办？让他去门诊，他死活不干啊！怎么我这伤口脏了？啊，凭啥说？大爷，我天天上不包着，怎么就脏了？哎，大爷，李波，这是你的问题啊，沟通上有问题嘛？你看人大爷一看就是不是那不讲理的人。大爷啊，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位大夫可真没欺负您，这儿是急诊手术室，只处理新鲜的伤口。您看您这伤口都换过药了，也包扎过了，就不能在这儿治了。这不是我要求的啊，这是吴京规则要求的。江城这么多医院，您一家家去问都一样。不过大爷，您看，我看您带着这行李，您是不是赶时间啊？可不，下午还赶火车呢。看，这么着，李波啊，找病房的换药室给大爷换了，这赶火车呢。啊，行，跟我来吧。哦，谢谢大夫了。没事，大爷，太客气啊，消消气儿啊。哎，刚才差点打起来，幸亏程主任出现了。哎呀，陈主任，我还以为你们心里边只有韦天书韦大夫。哪有？真的有啊？真的有您了。那我就告诉你们啊，你知道行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是什么呀？哪有那么多死地非天的？咱有这吴军做了双标院不上一吗？我非常有事怎么正聊喊有什么事儿多学啊？有什么事儿可以来问我们。可以呀。我原以为你们普外科的程主任虽然年轻，可也总应该是老成持重啊。这哪里想到他？程老师怎么了？我发现你们程大夫世界观不正，工作作风散漫。你别笑，完全不具备一个医生应该有的严谨。我完全不能够信任由这样的一位所谓专家给我做一个性命攸关的手术。程老师管得住全市最牛的外科，您还不信任他？你别跟我争，
反正我不想让他给我做手术。那谁做啊？周大夫，就是你导师周明啊。我倒不是图他一把刀的虚名，我在病人和家属中做过调查了，他不光是手术做得好，而且整体作风比较严谨。我听说了，他查房的时候，旁边的医生都不敢咳嗽一声的。你是他的学生，是不是这样啊？哪像那程大夫，还一外科主任呢，被一群护士拦着，骨头就没有4两重。外科的工作很紧张的，偶尔开几句玩笑很正常。您不会为了这种不着调的理由就换大夫吧？怎么不着调啊？细节决定一切，医生尤其是这样。你让我怎么踏实上手术台呀？程大夫是您让我找的吧？人我帮您找了，人家程大夫也帮我忙了，把您安排进来，给您加了手术。徐姐、李波他们也惊动了，明天就要做手术了。您今天说要换人，您是不是觉得仁华是我开的？我知道，临时换人是有些麻烦，尤其对周大夫。你姑妈也不是不近人情的呀。你把这个给你周大夫，事情就应该好办。你干嘛呢？我们这儿正考察3甲医院呢，卫生局明察暗访勤着呢。那你就别跟我推来推去的啊！哎，我走了。你跟我没用啊，周老师不会收的。太可笑了，简直。姑奶奶，你姑妈几个意思啊？啊，程老师做这手术已经大材小用了，她还不放心啊？对不起，不好意思，李老师。你也知道对不起，把这事推我就行了。我啊是没脸跟程老师说了，要说你自己说。你姑妈怎么回事啊？真把咱们这儿当自己家后宫了，想翻谁牌子翻谁牌子。亏得人家陈主任还给他又加床又加手术的。行，别说了，排期的病人还忙不过来呢。一会儿啊，我开一出院条，赶紧把你家老佛爷请走啊！哎，别呀！我待会儿去病房劝劝他。你可千万别劝，他这号人物，这还真伺候不起。哎，走了，李波，手术室还等着我们。浩儿，怎么不跟我说呢？我去跟学文说，可能会好一点。就是因为你跟程老师是好朋友，才不想让你夹在中间为难呢。哎，反正科里上上下下我都得罪遍了，现在再把程老师得罪了，就圆满了。你拿我当外人呢？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给你姑妈做得了。你现在哪天不是做到2、3点才下台啊？再加一台，身体受得了吗？我这事儿你别管了。我听徐姐说了，你姑妈在病房里可没少折腾你啊。他那个人就是嘴急点儿，人真的不坏。不就是加一台30分钟手术吗？我来安排，你就别管了。谢谢。硬塞给我的啊，待会儿我就还回去。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哎，我跟你商量件事儿。那个烟不是在你那儿吗？让我闻一下。原则问题不行。那就让我闻闻你呗。你干嘛呀？真没办法了吗？我听我爸说您好像跟参战认识，所以我就想。哦，那您先开会，打扰了。晨曦，啊，韦大夫，发生什么事了？你看起来很不开心。我在帮我一个朋友找门路，他想去美国，但是他之前被拒签过，后天又要去美领馆面签了。
我听说我爸的一个下属好像跟美领馆的人认识，所以我就想帮他问问。这不，我爸刚退下来，人走茶凉，所以人家也不太愿意搭理我了。你朋友是谢南祥吧？我这才刚回来几天，谢南祥的情圣事迹听了好多个版本，很多人告诉我说他要去美国追回林大夫的事。你知道他只要一拿到这个签证，就可以毫无顾忌的离开你，就这样你也愿意帮他？这是两码事，我不想看他那么焦虑。我有个朋友在大使馆，我帮你问问。真的啊？那太好了。但是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你要让他走？其实林老师这次去美国，我也有责任。谢南祥为了这个都快恨死我了。你不知道被一个喜欢的人讨厌有多难受，我受不了。我知道。我要是知道他对林大夫这么认真，我真不应该答应他妈妈。现在他还在家里被软禁着，考级签证这些都还瞒着他爸妈。我听说他为后天的面试都焦虑得睡不着觉了，我怕他真被逼疯了。后天几点？我陪你去趟吧，当面跟我朋友打招呼，他也会上你的心。谢谢你，韦大夫。怎么样？挺顺利的。累坏了吧？下班加1、2天手术已经成习惯了，不是为你姑妈破的例。周主任，谢谢你啊，这下我可以放心去外地做采访了。主任，那我们先送病人回病房了。去吧。好，辛苦了，没事。姑妈让我给周老师的，手术钱没敢还给他，怕他心里不踏实。你妈那个人，你知道？我知道，只许我负人，不许人负我，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哟，你们记者对自己亲妈都是这种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啊，我心里平衡了。那我也走了，萌萌，这就交给你了啊。嗯，放心吧，拜拜。周主任，算我欠你个人情。拜拜。哎呀。从现在开始不是周医生了吧？那我是谁啊？男朋友啊，走吧，离开这儿。去哪儿啊？吃好吃的。哪有功夫吃饭呢？给你拿消毒液去。真好吃。你吃饭怎么不洗手啊？你因为无菌操作罚了我们那么多回，害得把头发都剪了，自己吃饭不讲卫生。无菌操作啊，有些也是瞎扯。可我教你们的时候呢，总得让你们印象深刻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体免疫系统的。瞎扯！哎呦，幸亏我姑妈做手术前没听你说这番话，要不然她得对仁华彻底绝望了。你别怪我吃相难看啊！我明天一大早还得去北京开会呢，吃完了我得连夜准备明天的发言稿。是那个外科年会啊？不是韦大夫去吗？葛院长是让韦大夫去，可谁知道他今天早上凌晨变卦了。他说他来仁华是来交流的，不能代表仁华。这不我倒霉吗？我得花5天的时间陪各路的老领导去瞎聊天。5天，我能做多少手术啊？5天，我想你多少回呀？我看你赶紧回去休息吧，你在这儿啊，太动摇军心了。行，那你要是答应回来的时候让我去接你，我现在就回去睡觉去。你在威胁领导啊？不过我这个领导呢，最容易屈服了。同意了。签证一条龙，翻译填表公正，一样交给我，等本市最高的过签率。要是签证官故意刁难，有什么门路吗？这个得看你具体什么情况。哎，咱们看一下这。来，
哎，干嘛呀？我没带你爸妈。那你来干嘛？这是韦大夫去年来过仁华的，你还记得吧？他是美国公民，他可以陪你进那个签证大厅的。我为什么要他陪你签过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有朋友。我说过2次了，对不起，不需要。你为什么不需要呀？你刚才还不问过那些中介了吗？难道你可相信他们也不相信我呀？为什么不呢？最起码他们没骗过我。我错了，谢南翔。我短信、微信都跟你说了无数个对不起了，可你就是不理我，电话也不接。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呀？你不原谅我，那至少让我帮帮你行吗？哎，那你不相信我，你总该相信韦大夫吧？哎，行了，今天倩也到了，就算没白来。谢南翔，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他再也不欠你的。走吧，走吧。够吗？你怎么会带那么多呀？当然是预先准备好的啊。我早知道会是这种情形，你道歉也没用。他把他对他父母的怨恨啊，一股脑全放在你身上了。我知道了，怎么不早说？还推了外科年会过来陪我。这话我要早2天说有用吗？你除了信他之外，其他你谁也不信。所以啊，我想说去看看也好，说不定他往你心窝上再猛打2拳，比我劝你2年都还有用呢。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哎，这话是怎么说的吗？好像不是。啊，完了，我的中文，哎。其实你说的有道理，你不觉得我很可笑吗？喜欢一个人10年，受伤10年，失望10年，可就是不能放手。到最后还要帮他出国，帮他离开我去找另一个人。就这样，人家还不领情，我真的挺可笑的。哎，相信我，再过10年啊，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会很庆幸自己曾经在年轻的时候这么简单又疯狂的爱过。青春本来就是这么追求的，甚至可以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我曾经问过一个女孩，她为什么会爱上我。当时的我什么都不是，还很平凡。她笑笑地告诉我说啊，当天天很蓝，风很轻，而我呢又穿了一件她最喜欢的白衬衣。她呢就从走廊的尽头那一处走过来，看到了我，就没了。爱上我还需要其他的理由吗？那件白衬衣一定很好看。嗯，嘿，你感情是不是在夸我？慢慢躺啊，我给你加个枕头。行。哎，好。行，可以。怎么样，舒服点吧？啊？这出院都2天了，我这刀口还是一丝丝的疼。哎呀，都怪我，这2天忙着开会了，没顾着你啊。本来想吧，有萌萌照顾你没问题的，哎，可谁想到呢？这萌萌的老师啊，比他还不靠谱，还江城第1刀呢，这么小的手术都做不好。我们系蒋老师的妈妈去年也是做这个手术，人家排期比我早，手术恢复的也比我快，人还是2线城市2甲医院的呢，没托人。你看看我这折腾的。正好，明天卫生口的领导啊，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听取意见。我正好把这些意见好好向他们反映反映。在去机场的路上了吗？
叶春芒，你姑妈怎么回事啊？我们怎么得罪她了？住院折腾，出院还告状，我真把自己当老佛爷了。她又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就你那姑父，在和卫生局的会议上，当着各位领导的面，狠狠告了咱们科一大黑状，说咱们医德医风差，管理混乱，一大堆毛病。最可气的是，居然说咱们周主任收红包，他没有。我们也知道他没有啊，可上头不知道。这不，一个电话打过去，回来接受调查，什么事儿啊？周老师在哪儿呢？从机场直接去卫生局了。行了，别打了，关机，我都打了一上午了。对。如今的我总是感到迷惑，像阵风，不知明天的方向，有时失落，偶尔沉默，孤单，现实的重量，它在微弱的肩上。谁在追赶，谁在旁观，谁在寻你的路上转了几个弯，谁在沮丧，谁在悲观。你可记得当时我们都是那么的勇敢？那年的愿望，当初的梦想，实现了多少？还有多少埋藏在路上？美丽的愿望，偶然的一点感伤，是否也是遗憾？秋月难忘。那年的愿望，单纯的梦想，记中的阳光，还有星空底下的仰望，美丽的愿望，遥远的一点光亮，那是紧握着的一点坚强。也许我们都是一样，想吃饭不见未来的彼岸，有时脆弱，偶尔撑着一半明天的太阳，照着倔强的平凡。种下的太阳总会如梦般绚烂。